同学你好，我们今天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知识。今天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俯角度拍摄。那么所谓的俯角度拍摄呢，一般是指摄影机或照相机从一个比较高的位置由上向下来拍摄这样的一种拍摄方式。那么和前面我们讲过的平拍和仰拍不同俯角度拍摄呢，相对来讲是不太容易获得的这样一种拍摄的角度因为大家要知道，你要想达到一个俯拍的角度的话，往往需要我们的拍摄的这个位置要比较的高一些要想获得一个高点摄影师往往要付出比较多的这样的努力我们得往比较高的地方去爬，或者我们得有一些特定的承载的工具高台摇臂升降车这样的东西，我们才容易获得一个俯拍的这样一个视点。所以相对来讲，俯拍比平拍和仰拍这个要相对比较难获得一些。那么俯拍角度呢，在日常的拍摄当中用的还是比较多的。第一种人们最常用到俯拍的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会用俯拍呢来拍摄大场面拍摄大景别画面拍全景，来展现这个一个场景的一个整体的情况，来交代相互的事物之间的这样的关系，这是我们用俯拍用的比较多的因为我们日常都知道高瞻远瞩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远，只有站得高才能看得全，这是我们用俯拍的一个最常见的方面。我们来看这样的画面那么这个画面呢，拍的是德国的一家图书馆的一个大景别的画面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标题可以理解成叫开放的空间，开放的大脑人们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去读书去思考就容易产生这种思想的火花，智慧的火花，容易有知识成果出来。那么这个画面大家看，就是用一个俯拍的这样一个视点来表现这个图书馆的比较的大的这样一个范围从而可以看到图书馆的多层以及多个这个阅读点读者在这读书，在这学习来交流的这样几个点整体画面应该说拍的还是很漂亮。那么当然呢，画面的漂亮首先基于图书馆的设计师建筑师这个造的这个图书馆就很漂亮。俯拍的画面我们再来看这一张。那么这张画面呢是我拍摄的这是07年初我们去了这个美国的亚利桑那州去看美国西部的大峡谷。那么这张画面是我们拍摄的一个峡谷的这样一个俯拍的画面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拍的是峡谷当中的一座山峰。那么画面的上方我们看到有阴影部分存在，画面的下方也有阴影部分存在，但是我们细看会发现这两部分的阴影它感觉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画面上方的阴影其实是来自于天空当中云的投影画面下方的阴影呢是来自于旁边另外一座山峰的投影所以这两个影子我们细看还会发现它有一实一虚这样的一种差别。那么我们再给大家看一张俯拍的画面，大家就可以很好的理解刚才我们说拍的峡谷的那个山峰的那个画面了那么这张大家看，我们还是在同样的一个拍摄地点，只不过我们用了一个广角镜头拍了更广泛的这样的一个视野范围大家在这里边可以看到，刚才我们看的这张画面其实就是这张画面的下半部分下1/3部这个区域由此大家也可以看到画面上方那个阴影呢都是来自于云的投影大家也可以想象得到当地的这个空气质量，空气的透视度是相当的好，天空当中的云都可以在场景当中投下非常清晰的这样的投影。俯拍的第二个作用，俯拍呢有利于表现纵向延伸的线条因为只有高角度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个纵深线条由近向远的这样一个延伸变化我们来看这张画面，这张画面的题目呢叫做积水大家可以看到这应该是中国西部的黄土高原这一带的这样的一种地形地貌那么生活在比较干旱的缺水的这个山里边的高原里边的这样的一些人这个因为吃水比较困难，他们需要赶着牲口
然后挑着这个桶和担子啊，到比较远的地方去打水归来，在这个弯弯曲曲的崎岖的这个山路上啊走的这样的画面。那么只有这样一个高角度，我们才可以清晰的看到这个线条的延展变化。那么同样是表现纵深线条的延伸的，我们来看这张画面啊，这张画面比刚才那个似乎更有一定的视觉的美感啊。这张画面是来自于我们老的毕业生的一个作业啊，09级电视摄影专业的袁勋同学啊，10年拍摄的这样一个摄影作业啊。当年上海举办世博会，我们带着这个摄影班的同学到上海去摄影采风啊，去拍摄这个世博园。那么他们进入到这个芬兰馆当中啊，这个芬兰馆里边呢，可以允许观众在里边呢骑单车啊去体验。那么他在一个高角度就拍摄了这样一个观众骑单车的这样一个画面啊。当然，在这个画面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这个向前延伸的、带有一定的这样的曲折变化的这样一根线条。那么这个骑单车的人呢，在这个美丽的线条的这个场景当中呢，其实给他增加了一点动感。其他的几个特点啊，和我们前面讲过的仰拍的一些特点其实是相对应的啊。比方说，俯拍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啊，只不过呢，俯拍往往会使看视者、拍摄者处在一个比较优越的心理的位置上啊，它不会使被摄对象显得多么的高大啊，多么的优越啊，它会使看视者、拍摄者处在这样一个优越的位置上。那么俯拍呢，也可以简化背景。前面我们讲了，仰拍以天空做背景，我们说俯拍可以以地面做背景，也可以简化。然后仰拍会夸张前景景物，俯拍会压缩前景景物啊。然后远距离的俯拍还可以给我们带来一种简化构图的这样一种效果啊。从比较远的距离去俯拍，我们已经看不清事物的细部，而只剩下大的线条、大的形状、大的色块啊，可以使画面出现一种比较简化的这样的一种视觉效果。那么说到这个简化视觉效果，我们来看这张画面啊。大家看这张画面，高角度的俯拍啊，拍摄这样一个场景啊，视觉效果非常的新颖啊，非常的新颖啊。我相信我们很多人第一眼看这个画面的时候呢，可能并没有看清楚画面当中水里边那黑黑的是什么东西。有些人第一眼看上来可能会觉得那是水中的石头，但是我们细看会发现那不是石头，那是什么呢？那是水牛的头和水牛的背啊。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空中跳跃的这个人啊，我们第一眼看上来感觉他是从高空跳下来的，要落入水中的，但是我们再细看画面会发现他不是从高空坠落的，他是从水牛的背上啊弹跳起来的，在那做空翻的啊。所以这个画面大家可以看到啊，一它使这个画面的背景很简化，二它给我们带来了一种非常这个奇特的这样一种视觉效果。但是呢，我们看懂了以后，看明白以后呢，你又觉得它完全在情理之中啊，就是说这样的画面是既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的啊，这样的一种画面。那么俯角度拍摄啊，有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带来非常不同寻常的这样的视觉效果啊。角度的变化可以使画面的呈现的效果出现明显的变化。大家看这张画面啊，叫做海的乐章啊。但是我每次看这张画面，我都有一种心里的感觉、直观的感觉，让我想到的就是排山倒海啊，让我感觉这个画面，这个海浪啊，就像要倾泻而下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好像马上要把沙滩上几个人给淹没了的这样的一种效果。这个主要还是因为这个角度的原因啊，因为从这样的角度来拍摄啊，让你感觉这个海水似乎是立了起来啊，要倾泻而下，具有很强的内在的这种动感啊。所以大家可以看到，角度的变化，它会给我们一些常见的场景会带来一种非同寻常的视觉的效果。所以大家在实践当中
还是要努力的去探索一些比较新颖的能够呈现出独特的视觉效果的这样的一种拍摄的角度。好了，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呢主要讲的是俯角度拍摄。俯角度拍摄，第一点，它有利于表现大场面，有利于交代事物之间的方位的关系。那么第二点，俯拍有利于表现纵深延伸的线条。第三个方面，俯拍也具有强烈的主观感情色彩。第四个方面，俯拍可以简化背景。第五个方面，俯拍会压缩跳跃动作的高度。第六个方面，俯拍会使前景景物它会压缩前景景物。第七个方面，远距离的俯拍，它会达到一种简化构图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